一只整天在院子里刨土的憨鸡遇上30厘米长的大蜈蚣，低头看一眼，几下就解决了，连步子都没停。这画面比你想的猛多了。农村有句老话，院子里养只大公鸡，蛇虫不敢来。你听过吗？在农村长大的朋友对这话肯定不陌生。老人都这么讲，说家里养只公鸡，能驱邪镇宅，蜈蚣、蝎子、毒蛇都不敢往跟前凑。可你要是没在乡下待过，第一反应多半是，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？随口一说的老话，当不得真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也觉得这是玄学，直到有回亲眼撞见，才彻底改了看法。那只大公鸡在地上刨土，刨着刨着，翻出一条蜈蚣，足有30厘米长。换我站那儿，少说的往后蹦3步，你猜它什么反应？低头瞅了一眼，3两下收拾干净，脚步都没顿一下，就跟刨出1厘米一个样。你说怪不怪？就这么一只整天找食的鸟，碰上蜈蚣跟碰上个仇人似的，上去就办。它平时什么德行，你心里也有数。在院子里东躲西藏，左瞄瞄，右瞧瞧，有点风吹草动就扯着嗓子打鸣，还不分白天黑夜。见个生人跑得比谁都快，光看外表，你绝不会觉得这玩意儿有多能打，就是只普普通通的鸡，寻常到压根儿不会多看一眼。可偏偏就是它遇上蜈蚣、蝎子、毒蛇，表现出来的不是逃，是主动迎上去料理，而且不是偶尔一回。农村人见惯了，这就是公鸡的日常，没人觉得稀奇。这反差有多大，你自己琢磨。就算是大人，冷不丁瞅见地上趴条30厘米的蜈蚣，本能也是躲，哪怕它在旁边搁着，你心里都发毛。可这只鸡看见就给办了，办完接着刨土，那条蜈蚣在它眼里跟地上的石子没两样。那你就要问了，凭啥农村老人说公鸡能镇蛇虫？这话到底站不站得住脚？我告诉你，站得住，还真有道理。这句院子养只公鸡，蛇虫不敢来，不是玄学，背后是这只鸟从老祖宗那儿继承的一整套真本事。今天咱就一层一层，一样一样给你抠清楚，它到底什么来头，身子里又藏着什么门道？答案啊，你可能真没往那儿想。先说件听着离谱，可句句是真的事儿。公鸡是恐龙的后代，这不是打比方，是字面意思。28年，科学家从一块大约6800万年前的霸王龙化石里硬是提取出了胶原蛋白，然后拿这段蛋白质跟现在活着的各种动物挨个比对，鳄鱼比了，巨蜥比了，能想到的爬行动物都比了。你猜最后跟霸王龙最像的是谁？不是鳄鱼，不是任何一种爬行动物，是鸡。准确说是鸡和鸵鸟这2种鸟。结果出来那会儿，不少人都意外，可回头看，伏笔早埋下了。兽脚类恐龙那一大家子，骨头是中空的，有叉骨，走路时身子前倾，重心压在2条腿中间，脚趾怎么排，力气怎么传，跟今天的鸟几乎一个模子。在辽宁挖出来的一批带羽毛恐龙化石，有些保存得特别完整，羽毛的纤维结构清清楚楚，证明恐龙时代就长羽毛了，不是鸟后来飞上天才长的。所以古生物学界早有共识，鸟不是像恐龙，鸟本身就是恐龙的一支，是兽脚类里分出来的一脉。你再品品这事有多荒诞。霸王龙在地球上称霸了将近1亿6千万年。1亿6千万年，什么概念？咱人类从走出非洲到现在，满打满算还不到100万年。霸王龙统治地球的功夫是整部人类史的100多倍。就这么个顶级猎手的后代，今天蹲院子里扒泥巴，不分昼夜的打鸣，跑起来一摇3晃，看着憨头憨脑，说他跟霸王龙沾亲，谁信？可有样东西没随时间消失，那就是捕猎的本能。当年迅猛龙对付猎物靠什么？快准，专打要害，不给对方喘气的机会，从锁定到出手就那么一瞬间。这套打法没在漫长的演化里丢掉，只是猎物的块头变小了，战场从白垩纪的荒野挪到了农家院子。今天这只大公鸡碰上蜈蚣、蝎子，
用的还是老一套，快速突袭，找软肋，打要害，干脆利落，跟迅猛龙的底层逻辑一脉相承。还有他那双眼睛，两只各管各的，视野极宽，能飞快地咬住快速窜动的小目标，这是远古鸟类追飞虫练出来的本事，一路传下来，如今用在了院里的蜈蚣蝎子身上。当然，光有老祖宗的本能还不够，光凭一股冲劲扑上去，未必占得到便宜。他还配了一身专为近战和对付毒物打造的家伙神，这个咱后头慢慢讲。这是公鸡不怕毒虫的头一层缘由，根子不一样，底子硬，这话不是白说的。公鸡这身本事，其实古人早就瞧出来了，只是那会儿没法用科学解释。但人家观察一点不差，说这个得从端午说起，你知道吗？端午除了吃粽子、赛龙舟，还有个传了几千年的讲究，叫避五毒，拿五毒、蛇、蝎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这5样凑一块儿，古人就管他们叫五毒。你可能觉得这5个挑的有点随意，其实背后是扎扎实实的生活经验。农历5月正是天气真热起来的时候，雨水足，草木旺，地温上来了。偏偏这阵子，这5种东西同时进入最活跃的状态。蛇频繁露头，毒蛇在草丛、田埂边晃悠的概率猛涨，蝎子和蜈蚣躲在石头缝、烂叶堆里翻腾，碰一下就惊着它们。蟾蜍聚在水边阴湿处，壁虎钻进屋里的缝隙墙角。你想想，农村人白天下地，脚边翻出条蛇，搬块石头，底下趴着蝎子，捡把稻草里头藏着蜈蚣，这不是巧合，是5月天的常态。更要命的是，在那个没解药、没医院的年代，被这些东西咬一口意味着什么？古人比咱清楚得多。毒蛇咬到，毒液进血，轻的卧床好几天，重的直接没命。蝎子蛰人，神经毒素疼得你整宿睡不着。大蜈蚣咬下去，手肿得像馒头，烧好几天。蟾蜍的分泌物溅进眼睛或伤口也够呛。这5种威胁，搁那时候哪一样都是实打实的生死问题，不是瞎紧张。而这里头最难防的还不是毒蛇，是蜈蚣和蝎子。毒蛇你能看见，能绕开，可蜈蚣藏石缝柴堆，蝎子躲鞋里枕头底下，不翻不知道，一翻吓一跳，单靠眼力根本提前发现不了，等瞅见已经近在眼前了。院里那只公鸡价值恰恰在这儿，它整天刨土找食，专把这些藏起来的东西翻出来，趁你还没察觉就替你料理干净了。所以端午前后，古人鼓捣出一整套对付五毒的法子，门上贴五毒图，把这5样画出来，意思是你们都被我镇住了。给娃缝五毒香包挂身上，用药草味驱虫，喝雄黄酒。雄黄是寒参的矿物，气味对不少虫子确实有驱避作用。古人从常年经验里摸出了这条，还有个最直接的招，院里养只大公鸡。在咱传统文化里，公鸡地位特殊，鸡鸣代表天亮，天亮意味着阳气上升，而很多毒虫白天就少动了。古人把这2件事一联系，就觉得公鸡的叫声能换阳驱阴，所以好些地方的习俗是把公鸡养在院里靠门口的地儿，让叫声头一个传遍院子。可抛开这层文化象征，更实在的原因是古人亲眼看到的。公鸡见着蜈蚣，蝎子根本不躲，是主动上去解决，吃进肚里。这个观察才是养鸡能防五毒这条经验真正的源头。一代人看见了，告诉下一代，一代代攒下来，就成了那句院子养只公鸡，蛇虫不敢来。古人把现象记住了，可没法解释背后的门道。这鸡凭啥不怕？靠的到底是什么？今天咱就把这个为什么一层层说透。先从蜈蚣讲起，因为这是五毒里你最常碰上的一个。蜈蚣的毒在头部2侧，那是对弯钩状的颚足，叫毒爪，里头连着毒线，咬人时把毒液直接打进皮肤。这毒素含有类似蜂毒的成分，会引发剧烈的灼烧和肿胀，还有些成分专门捣乱神经，所以被它咬是又烧又钻心。
哥现在去医院，大夫也得告诉你没有特效解药，普通蜈蚣咬一口肿痛1-2天，多数人扛得住，可你要碰上20-30厘米的大家伙，那真能要命。人见着蜈蚣要么绕道，要么戴手套拿工具，能不碰就不碰。你让个普通人赤手去捡大蜈蚣，10个里头9个半不乐意。公鸡对付蜈蚣有一套固定流程，绝不是傻冲乱啄。发现目标后，他先绕着转几圈，两眼死死盯着蜈蚣的头，步子不快，眼神却准，一直在掂量距离和角度。这绕圈打量的劲儿，不是在犹豫，是在精确计算。等抓住时机下嘴，专冲头部那一对毒爪去。那精准度不像鸡肝出来的，倒像个没失过手的老猎手。毒在头上，头废了，蜈蚣就没了武器，可以从容收拾。你要是从中间或尾巴下嘴，那就是蠢。公鸡肌肉力量大，啄击极快，蜈蚣几乎来不及反应。人碰上蜈蚣先慌，再找工具，折腾半天还不一定成。公鸡绕2圈一击搞定，接着刨土，跟啥都没发生一样。差距不在胆子，在方法上，在那套传下来的捕猎判断力。公鸡往往不整条吞，而是先破坏头部那最危险的毒爪。这说明它不仅是恶，是真清楚危险，还主动管控风险。蝎子跟蜈蚣不一样，毒在尾巴那根高高翘起的毒刺上。你要照搬打蜈蚣那套去打头，蝎子的尾巴随时会给你一下。公鸡碰上蝎子，第一步不是下嘴，是先控尾。它用爪子踩住蝎子，或者用翅膀往下压，让尾巴翘不起来。在踩下去之前，它常会先拿爪子拨弄蝎子几下。你以为它在玩，其实是在侦查哪儿是防御死角，摸清规律，挑最有把握的角度，再一脚踩下去。这跟迅猛龙试探猎物如出一辙，骨子里是同一套逻辑。人处理蝎子找工具夹，全程小心翼翼，生怕被蛰。公鸡拨弄蝎子时那份从容，跟人的紧张比起来太扎眼。虽然腿上有鳞片，偶尔也会被蛰，但它骨子里早就有应对。蜈蚣打头，蝎子控尾，这判断力是祖宗传给他的。每一只公鸡见着蝎子，那一套程序就自然在脑子里运行。公鸡遇上蛇，跟对付蜈蚣蝎子完全是两码事。蛇攻击范围大，出击快，毒液直接进血，扩散效率极高。碰上这种猎物，绝大多数动物本能是跑，可公鸡迎上去，它遇蛇头一个动作是张开翅膀，这藏着2层用意。第一层是视觉威慑，让蛇在出击前多犹豫那关键的几秒。第二层是防御，把翅膀当盾，拨开蛇的扑咬，减少暴露面。张开翅膀后，公鸡快速朝蛇头啄，目标还是那处进攻端，同时用爪子踩住蛇身，不让它积蓄力量反弹。蛇头一旦挨上几下，节奏就乱了，被逼着转入防御。这种从容就这么只踱步跑土的鸡，确实有点震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公鸡凭啥敢面对蛇？不光靠胆，是身子骨给了它底气。除了祖传的猎食本能，它还有一身防御装备，让它面对毒物时没那么脆。接下来咱就拆这套装备。头一样是腿上的鳞片，平时很多人压根不会注意。你细看过公鸡的腿吗？不是腿上的羽毛，是小腿下半段到脚趾，那些一片片紧密叠着的鳞片，发黄发褐，摸着硬的像皮革，表面还挺光滑。这层鳞片主要成分是角蛋白，就是构成人指甲和头发的那个东西。只不过公鸡这儿角质化程度比指甲还高得多，密度更大，韧性更强。蜈蚣的毒爪想刺穿它，得费相当大的劲。蝎子的毒刺更难，所以公鸡的腿能踩在蝎子身上来回踱步，而不像人手背那样轻轻一碰就破。这层鳞片是它不怕毒虫的关键之一。这儿还有个可能让你意外的冷知识，公鸡腿上的鳞片跟蛇身上的鳞片来自同一个祖先，不是说长得像，是真同源。鸟和蛇
都从古老的爬行动物演化而来。皮肤鳞片这个性状是从那个共同祖先那儿一块继承下来的，两者的鳞片在胚胎发育阶段形成机制高度相似，受同一套基因程序控制。也就是说，公鸡用来防蝎子毒刺的鳞甲和蛇用来护身的鳞片，在进化来历上同根同源。你想象下这画面，公鸡踩着蝎子又跟蛇周旋，可它和蛇这两个对头身上其实穿着同款材质的祖传铠甲，一个长在腿上，一个长满全身。这层鳞片还有个特点，能自我更新，最外层的角质会随着使用慢慢磨损，可底下新的角质层在不停长，跟人指甲一直长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不管它踩了多少回蝎子，碰了多少次蜈蚣，那层鳞片始终保持得相对完好，不会用几次就磨穿。除了鳞片，公鸡的眼睛也是个不可小看的优势。它两只眼睛能各自独立转动，视野接近360度，几乎没有死角。相比之下，人的视野只有大约180度，侧后方一大片都看不见。那双眼睛能飞快地咬住快速移动的小目标，1秒内就能锁定一条窜动的蜈蚣。这一点，你从它下嘴的精准度上就能感觉到。再加上神经反应快，从看见威胁到做出反应的时间极短。你想从侧面偷袭一只状态正常的公鸡，其实很难。你说这一身装备是他自己练出来的吗？还真不是，他啥都没干，鳞片生下来就有，视野是骨骼结构定的，反应速度是基因写进去的。这套东西他一出生就穿戴齐全，是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家底，他只是继承了该继承的。防御这块聊完，还剩最后一道防线。万一毒素真进了嘴，进了身子，公鸡的胃能怎么处理？你见过鸡刨土时专门把小石子啄进嘴里吗？不是误吞，是主动找来吃，还专挑圆润的。太大的不要，太细的不要，得是大小合适的沙粒。你可能觉得这鸡瞎啄，脑子不灵光，可这动作目的明确得很，背后是套极精巧的消化系统设计。鸡的胃跟人的完全不同，是2段式的。头一段叫腺胃，也就是前胃，负责分泌消化液，里头的胃酸酸性极强， pH 值能接近1到2之间，比人的胃酸还猛，腐蚀性相当高，不少有机物一进去就开始被分解。第二段叫肌胃，俗称沙囊，是一块壁特别厚的肌肉囊，收缩起来力量惊人。科学测量显示，鸡的肌胃能产生将近20千克的研磨压力，足以把坚硬的甲壳外骨骼直接碾碎。它主动吞下去的那些小石子就留在肌胃里，长期不排，充当固定的磨盘。食物进来后，肌胃的肌肉不停收缩，带着石子一起研磨，把所有东西碾碎，硬壳、骨头、坚硬的外骨骼全部例外。你把这结构想成一台内置在身体里的石磨，食物进去，石子带着一磨，出来的全是细碎的渣，再进肠道吸收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石子被磨得越来越圆，越来越小，鸡就再补充新的进去。这是个持续运转的系统，不是用一次就完。你想想，一只鸡肚子里揣着台会自动补磨时的石磨，一刻不停地转，是有点荒诞，可就是这么回事。蜈蚣那身对人来说根本消化不了的几丁质外骨骼，搁公鸡的鸡胃里不过是普通原料，进去磨一磨就处理干净了。那毒素呢？蜈蚣和蝎子的毒本质上都是蛋白质结构的混合物，各种蛋白酶、神经毒肽靠特定的空间结构发挥毒性。前胃里那股强酸性消化液对蛋白质有很强的变性能力，能破坏它们的空间结构，让它们失去原本的生物活性。毒素的结构一旦被破坏，就变回普通氨基酸，没毒了，会被正常吸收或排出。所以公鸡吃了蜈蚣没事，不是它天生对毒免疫，是胃把毒素降解掉了。这2件事得分清，别混在一起。这套系统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，不光鸡这样，
鸽子、鹦鹉，好多鸟都有类似的机位结构，都会主动吞沙帮助消化。这说明这套机制在鸟类里是普遍存在的共性，不是鸡独有的发明，而是整个鸟类大家族从共同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本事。还有个细节值得说，科学家在兽脚类恐龙的化石腹腔里发现了大量被磨得光滑的石子，位置跟今天鸡胃里的沙粒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套靠石子研磨食物的系统，恐龙时代就有了，是1亿多年前就在用的老东西，一代代传到了今天院子里这只刨土的大公鸡身上，进攻的猎手本能，防御的鳞片铠甲，消化系统里的石墨，这3样全是从那条漫长演化链上一代代传下来的遗产，一分不少。不过你要说公鸡无敌，那就过头了。眼镜王蛇、公鸡碰上大概率不行。眼镜王蛇是世上体型最大的毒蛇之一，成年个体能长到4-5米，一次排出的毒液量是普通毒蛇的好几倍，毒性足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一头大型动物陷入危险。而且它本身就以捕食其他蛇类为生，是个顶级猎手，反应速度、攻击力、压制能力都超出公鸡能应付的范围。公鸡那套张翅、打头、快速压制，在眼镜王蛇面前效果会大打折扣，对手的量级超出了它的射击上限。所以公鸡不是无敌，是够用，够它在农村院子里横行无阻，对付蜈蚣蝎子，制服普通的蛇，把那些威胁它的东西反过来变成口粮，这就够了，不需要更多。所以你回头再咂摸开头那句话，院子里养只公鸡，蛇虫不敢来。现在你知道这话背后是什么了吧？不是迷信，不是玄学，是这只鸟身上一代代攒下来的本钱，原原本本传给了今天院子里这只大公鸡。好，这期就聊到这儿。要是看完觉得还行，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。还没订阅的顺手订阅一下，后面我还会接着聊这类话题，订阅了才不漏掉。咱们下期见。